肖战的王牌开播之后一直备受关注，不管是肖战在王牌中的精彩表现，还是本剧在收视率方面的情况，都让各路观众看到了肖战的实力。一转眼，王牌也即将迎来大结局的时刻。虽然故事将要完结，但是相信肖战所饰演的顾一野会让观众和粉丝们一直铭记下去。那么肖战在布局中表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呢？赶紧跟着小编来一探究竟吧！随手点赞加关注，走过路过不迷路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王牌部队2021年12月26日空降播出，仅仅就6天拿下2021多个周榜和月榜第一，甚至登上年榜高位。播映指数、媒体热度、用户热度、好评度、观看度等数据维度的统计拿下第一，其中观看度遥遥领先。而本剧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肖战，不得不说，本次肖战的演技真的很不错，特别是经过话剧及时间的打磨，肖战的演技更加有层次感了。顾一也是个比较有时代正义感的人，他有血有肉，军人的血性、责任，很多事情冥冥中早已注定。如果年龄不到或者没有经历过这种经历，很难能够把这份人物责任感扛起来。但肖战做到了，他赋予角色灵魂，让角色人物更加立体，让每一位观众看到就能感觉他不是肖战，他就是顾一野。他能很好的牵动观众的情绪，使得观众入戏。这份演技可以说在青年演员中还是不常见的。肖战处理角色的能力也非常的强，特别是他的眼睛戏，没有更多的妆效，但从神态举止你就感觉到了岁月的痕迹。因为肖战带着人进入角色，让你忘记这个人物是演员肖战饰演的。而顾一野这个人物，他好像活生生的站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陪着他从鲁莽的少年到拼搏的青年，再到坚毅的中年上校，10几岁到30几岁，外貌举止神情都在变化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股真实的气息，还有岁月流动留下的痕迹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肖战真的有认真揣摩人物角色了，他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角色，成功的给角色赋予了生命力，使得观众也入了戏。不管是肖战对角色的专注，还是肖战对顾一野的完美刻画，都用心的去打动和感动了观众。这是对任何一位演员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要求，肖战全部都做到了。因此本次在演技方面，肖战绝对是可圈可点，反应的小表情、肢体动作都能感受到角色的意思，而不是对着镜头以完成一个戏那样的方式来演。其实王牌可以真正用爆火出圈来形容。剧中有许多关于肖战的剧照都被不少网友所称赞，就连顾一野也因为肖战饰演人气高涨。从相关的统计数据可得知，1月10日当天，顾一野的指数达到了最高峰，峰值达到近8000万。1月11日数据稍有回落，但也维持在了5000万左右。不仅如此，从开播之日起，顾一野的指数就一直在1000万级别以上，甚至于还多次超过了肖战个人的指数。由此可见，不仅仅是王牌出圈，就连顾一野也火出圈了。2022年的肖战还会有更多作品与粉丝们见面，也期待肖战在2022年能够给粉丝们带来更多惊喜。当然，本剧的看点不仅仅是肖战，傅道华也透露着细心。首先，王牌部队并不是现代军旅剧，而是有着40年的时代跨度，这样的背景设定也为拍摄增加了不少难度。尤其是这部剧的观众年龄层广泛，很容易看出不属于那个时代的傅道华，而怎样做到不出戏，让观众入戏，这也是不小的考验。在王牌部队中，不论是指战员还是士兵，均身着3片红、1身绿为主要特征的军装，其一是军服。而在剧中的演习过程中，侦察兵身上更是出现了我军第一代迷彩伪装衣的身影，即81式迷彩伪装服。这2种军装都切实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和精神面貌，意义重大。除了服装之外，剧中的部队装备也很走心，56式冲锋枪的频频亮相，著名的5对轮59-1式中型坦克也有出现，这方面的细节非常硬核。而除此之外，剧中出现过的各种标语，还有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惠特曼，就连28大杠自行车、老冰棍等等，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，每一处都让人不自觉地回想起当时的情形。可见无论是场景打造还是具体的道具，剧组都是走了心的。可以说，王牌部队对于剧中出现的各种道具处理非常到位，几乎没有出现过和当时不相符的物件。而剧中出现的惠特曼的诗，不仅仅是为了让观众入戏，更是暗示了顾一野的性格，是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信念，愿意蛰伏，只为等待一个机会的人。剧组走心，演员用心，这也成了王牌部队获得无数好评，甚至得到了不少相关从业人员肯定的关键原因。在王牌部队里能够看到多种感情的交织，包括亲情、友情还有战友情，
当然，除了感情线赚足观众眼泪之外，以顾一野和高粱为主的中国军人，甚至中国军队的改变也在悄然发生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观众将《王牌部队》当成中国军人成长史的真实写照。首先是亲情，江南征和李幼斌饰演的父亲相认，也终于和解。这段戏让不少观众破防。血浓于水的亲情确实很难割舍，将两代人之间牺牲奉献的精神都展示了出来。郑源再次见到女儿，仔细为其擦拭脸上的灰尘。江南征提醒父亲要记得按时吃药。虽然郑源心中满是对女儿的担忧与牵挂，但依旧坚定地看着她奔赴战场。老戏骨的演技在这里表现得克制又细腻。高粱和牛满仓不打不相识，和郑源之间亦师亦友，他的变化非常明显。从一开始偷衣服假装是领导，到后期更清楚地明白自己追随哥哥进入军营的真正意义。高粱的成长更多的还是心智上的成熟，而透过这些，相信大家能了解到高粱前后心态行为都发生质变的真正理由。张飞排长为了保护顾一野，最终不幸牺牲。这个片段肖战在表情细节上处理非常感人，赚足了观众眼泪。这些珍贵动人的感情，恰巧就是《王牌部队》打动人的地方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情感线的存在，才让整部剧更加鲜活生动。说完感情线，再聊一聊顾一野这个角色。其实乍一看，顾一野既有智慧，又懂一些实操，哪怕是领导想要劝退，都会碍于他是一个好苗子感到可惜。可偏偏顾一野身上有很多抱负，性格里还有些固执。他参军是为了改变军队，为了让军队的管理更加科学。他不愿做自己父亲那样的理论派，而是想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。这么想来，顾一野的人生其实就是中国军队转变的缩影。他在蛰伏，也在等待，等待一个可以展现自己的机会。顾一野的等待其实也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等待，等待属于他们的一个时代。王牌部队塑造了一群有灵魂、有本事、有血性、有品德的新一代军人，以小见大，见证国之重器的蜕变之路，浓墨重彩描绘军事国防的希望与未来。剧中不只有个人情感，背后更多的是国家大义。现实中像高粱、顾一野这样的优秀军人其实更多，所以王牌部队的意义很深刻。透过这样一部军旅剧，观众们在陪伴顾一野、高粱成长的同时，也在向默默守护人民的解放军致敬。希望未来像王牌部队一样的经典影视剧能够再多一些，让影视作品不仅仅具有可看性，更重要的是能引发观众们的深刻思考。当然，除了细节处理，本剧在利益方面，其中令我热血沸腾的一句话：宁可前进一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。这绝对是中国军人的真实写照。顾一野那条线堪称紧扣主题的核心，不管从剧情、镜头语言、人设还有表演角度，完成度都很高，也担负了剧中拔高利益、传递思想的作用。不足之处在于前期略冗长的三角恋，高粱和江南征的人设及他们过长的旁白上。如果能把这些多余的笔墨用来刻画和丰富如阿秀、轰六、小副司令等配角，效果会更好。所谓王牌，洒血汗只为战之能胜；所谓部队，一腔赤诚誓守国之荣光。他们是军人，面对的是灾难，是生命，是死亡。在危难面前，他们保家卫国，负重前行。目前个人觉得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剧，整体传达的科技强国的理念也很好。顾一野、张排长、小红六等等军人塑造得很好，很多老演员的加持为本剧增色不少，演出了军人们的大爱人生。看的时候也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现实，并不耀眼的松脂绿底色，夹杂着沉痛的血斑痕，滚烫的硝烟气息，是不可摧折的国家脊梁。大多像顾一野一样的军人们，还抱炽热信念去守护神州大地。所谓流血流汗不流泪的英雄，实际上也是血肉之躯的凡人儿女，却也更显铮铮铁骨与夜夜军魂。不过这部剧也并非完美无缺，至少在小编看来，还是有一些地方处理的不是很好的，比如感情戏。开播前就有很多人预言说这是一部军旅偶像剧，果然整部剧演了一集，肖战、黄景瑜和钟楚曦就在剧中开始了两男一女的三角恋，而肖战饰演的角色更是前脚刚和小女友告别，后脚就给钟楚曦的角色送秋天的菠菜了，这样的剧情实在儿戏。要知道这部戏开始的时间是1983年，剧中角色和我们父母的年龄是差不多的，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出一点父母辈的影子吗？好了，总的来说，《王牌部队》还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的，凭借着演员出色的演出和硬核的辅导化，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相当扛打的电视剧。这几年娱乐圈风气不正，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凤毛麟角，《王牌部队》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亮剑，引吭高歌，不失为文艺界的良心。
好啦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